歡迎嚟到懸疑檔案。1966年9月17號晚，31歲嘅大嫣同新男朋友喺鳳凰城嘅一間酒吧度飲酒。離開酒吧之後，大嫣就失咗蹤。由於大嫣係一位有4個仔女嘅單親媽媽，所以警方當時亦都唔確定佢係因為唔想再照顧班仔女而自願消失，亦或係真係遭到咗不測。直到27年之後，佢嘅女先至將當年嘅真相話咗俾警方知。1956年，當時21歲嘅大嫣啱啱離咗婚，仲需要獨自撫養2歲嘅女蘇士，急需要賺取生活費嘅大嫣選擇喺爸爸位於伊利諾州嘅雜貨鋪度打工賺錢。有一日，佢喺鋪頭度認識咗 Jean 相貌堂堂，非常健談。佢哋好快就擦出咗愛火，第2年就結咗婚。結婚之後，佢哋就搬到咗鳳凰城定居。Jean成為咗一位裝修工人，而大嫣就喺一間公司度做文職。喺跟住落嚟嘅幾年時間入邊，大嫣誕下咗3個仔女 Greg、Kelly 同埋 Lori。隨住時間嘅推移，兩夫妻嘅感情慢慢出現咗裂痕。經過討論之後，雙方都認為離婚係最好嘅選擇。1966年9月17號晚，兩夫妻約咗喺一間餐廳度食晚飯，順便討論離婚之後嘅財產分配問題。成餐飯嘅氣氛都非常愉悅，討論嘅過程亦都相當順利。之後，大嫣載 Jean 返到咗佢嘅公寓，而佢就去到附近嘅酒吧同新男朋友 Bob 見面。Bob 係喺大嫣同丈夫分居之後先至同佢喺埋一齊噶。幾個鐘頭之後， Jean 打咗大嫣屋企嘅電話，但係就被班細路告知媽媽仲未返屋企。於是 Jean 就即刻過去照顧班細路，順便等大嫣返屋企。等下，佢就喺梳化度瞓着咗。第2日早晨， Jean 見到大嫣架車泊咗喺車道上，但係成間屋都冇佢嘅蹤影。於是佢馬上報警。警方嚟到咗間屋調查，發現大嫣嘅手袋同埋車匙都仲留咗喺屋企，講明佢應該係曾經返過屋企。另外，大嫣嘅衣物仲整齊咁放咗喺衫櫃度，睇起嚟唔似係特登返嚟執行李離家出走。大嫣嘅親朋戚友都表示，大嫣好愛佢嘅仔女，班細路就係佢嘅命根，所以佢根本就冇可能會抌低班細路自己離家出走。之後，警方決定向當晚最後一個見到大嫣嘅人問話，亦即係佢嘅新男朋友 Bob。但係佢哋就被告知 Bob 啱啱心臟病發過咗身。喺大嫣離奇失蹤之後， Jean 決定搬返屋企，孭起照顧4個仔女嘅責任。無論係班仔女定係鄰居問起大嫣失蹤嘅事， Jean 都一律話俾佢哋知大嫣係同其他男人私咗奔。佢仲俾咗警方一張名單，上邊都係大嫣喺佢哋分居之後所拍過拖嘅男人。警方調查咗名單上嘅名，但係就冇發現任何線索。另一方面，雖然班仔女好希望媽媽有一日會返到佢哋嘅身邊，但係佢哋亦都開始慢慢適應冇咗媽媽嘅生活。4個月之後，悲劇又再次發生啦。1967年1月9號夜晚9點左右，Jean 喺附近嘅自助洗衫店洗衫。呢個時候，佢嘅屋企突然發生咗火警，火勢蔓延得好快。4個仔女就咁樣被困咗喺自己間房度。當時只有12歲嘅蘇士孭起咗大家姐嘅責任，嘗試拯救自己嘅細佬妹。但係最細嘅妹妹 Lori 就喺逃生嘅過程中不慎跌倒，而被大火燒傷。Lori 因為疼痛同埋驚而不斷咁大喊。呢個時候，大火已經幾乎吞噬咗成間屋，所以蘇士唯有瞓喺地下度攬實 Lori， 一邊用肉身為妹妹擋火，一邊安慰妹妹，話俾佢知上帝一定會派人嚟救佢哋噶。消防員趕到現場之後，救出咗5歲嘅 Lori， 而佢9歲嘅哥哥 Greg 就喺大火吞噬間屋之前，成功喺窗口逃生，所以並冇受傷。可惜捨身保護妹妹嘅蘇士同埋8歲嘅 Kelly 不幸喺火災中喪生。Lori 因為有家姐充當人肉保護傘，所以先至幸存咗落嚟。不過佢全身50%嘅面積都被3級燒傷，傷勢嚴重。調查人員視察咗火災現場，
佢哋喺灶頭度發現咗一個已經被燒到溶晒嘅煲，而灶頭上個掣係開住噶，所以佢哋認為呢場火只係一場意外。喺醫院接受咗4個月嘅治療之後，Lori 終於獲准出院返屋企。呢個時候，Jean 一早已經將被大火燒到只係剩低灰燼嘅屋拆咗，並喺原地起咗一棟新屋。1年之後，一場喪禮令 Lori 突然明白到媽媽當年到底發生咗乜嘢事。有一日，Jean 帶住 Lori 出席鄰居 Michael 嘅喪禮。Lori 望住棺木入邊嘅遺體，天真咁問爸爸：Michael 仲會唔會醒返？Jean 溫柔咁同佢講：Michael 永遠都唔會再醒返啦，佢之後就會被埋葬噶啦。聽到呢度之後，Lori 冇辦法再控制自己嘅情緒，佢開始大喊，想要將 Michael 叫醒，並嘗試阻止 Michael 被埋葬，因為呢個情景令佢感到似曾相識。不過Lori 等咗27年，先至將呢個埋藏喺心入邊嘅秘密公諸於世。1993年6月9號，Lori 帶住一封陳述信行入咗鳳凰城警局，並揭露咗媽媽失蹤嘅真相。1966年9月17號晚，大恩約咗 Jean 喺餐廳見面。佢記得媽媽當時仲着住藍色嘅連身裙。大約夜晚11點，Jean 打過嚟揾媽媽。當佢知道大恩仲未返屋企之後，佢就嚟到咗屋企等佢。午夜時分，大恩返到咗屋企，跟住 Jean 同大恩就嘈咗上嚟。父母嗌交嘅聲音驚醒咗 Lori 同埋大家姐 Susie， 於是兩姊妹就匿咗喺樓梯口度睇下發生咗乜嘢事。佢哋見到父母發生咗肢體衝突，喺 Jean 向媽媽嘅頭部揮出咗一拳之後，大恩就倒地不起啦。見到呢一幕之後，兩姊妹即刻就跑入咗間房，並匿咗喺衣櫃度。而 Jean 亦都知道兩個女都見到咗呢一幕。當兩姊妹喺衣櫃度出嚟之後，佢哋喺窗口度見到媽媽喐都唔喐咁瞓咗喺後院嘅游水池旁邊，而爸爸就望住喺後院度挖窿。當時只有5歲嘅 Lori 仲唔懂事，佢以為媽媽只係喺度冬眠，而爸爸只係喺度幫佢掘窿。因為媽媽曾經同佢講過，有一啲動物需要冬眠。佢當時仲天真咁問爸爸，佢可唔可以喺旁邊掘個窿入去餵媽媽食嘢？爸爸拒絕咗，並禁止班細路去到後院度玩。幾日之後，Jean就喺後院度鋪咗水泥。Lori 當時仲唔了解死亡嘅定義，直到佢出席咗 Michael 嘅喪禮，佢先至明白媽媽永遠都唔會再醒返啦。Lori 將 Jean 形容成一個經常酗酒、冷酷無情同埋非常暴力嘅爸爸。佢經常對大恩施暴，仲多次想要毆打佢哋幾兄弟姊妹。好彩每次都會被媽媽出手阻止。無論 Jean 點樣對待大恩，佢都可以忍受。而佢唯一嘅底線就係唔可以傷害班仔女。另外 Jean 亦都曾經威脅 Lori， 如果佢將媽媽死亡嘅事講出去嘅話，佢就會即刻將佢殺死。呢句說話深深咁印咗喺佢嘅腦入邊，成為咗佢揮之不去嘅恐懼。所以佢成個童年都過得提心吊膽。即使佢已經成年，但係佢依然活喺呢個陰影入邊。所以當佢同丈夫結婚搬出去之後，佢亦都選擇同爸爸疏遠，唔想同佢有過多嘅接觸。直到而家，佢先至有勇氣將真相講出嚟。警方睇咗 Lori 封信之後，即刻就展開咗調查。為咗印證 Lori 嘅講法，佢哋必須要先揾到大恩嘅遺體。但係 Lori 嘅舊居亦都因為爸爸再婚而賣咗俾其他人。警方目前並冇任何實質嘅證據可以證明大恩真係被賣咗喺間屋嘅後院度，所以佢哋亦都唔敢貿貿然上門，要求而家嘅屋主俾佢哋挖掘後院。經過討論之後，警方決定用透地雷達嚟到掃描已經被鋪上水泥嘅後院，並喺後院嘅一處角落發現咗異常。佢哋喺呢個地方進行挖掘，並喺入邊發現咗一副骸骨，骸骨上邊有女性嘅衣物，頸部仲纏繞住一隻尼龍材質嘅物。雖然 Lori 非常肯定呢副骸骨就係佢嘅媽媽大恩，但係警方都係需要先確認骸骨嘅身份。可惜骸骨已經被細菌腐蝕，所以冇辦法提取 DNA。
另外，由於大英一直幫襯嘅牙醫診所已經結業，所有病人嘅牙科記錄亦都已經被銷毀，所以冇辦法進行比對。於是，警方唯有揾法醫人類學專家幫手鑑定遺體嘅身份。專家證實，死者係一位身高5尺4寸至5尺5寸嘅白人女性，年齡介於20至40歲。根據盤骨分析，死者應該生咗至少2個小朋友。呢啲特徵都同大英嘅特徵吻合。最後，專家用咗顱骨影像疊加技術，為顱骨拍攝咗唔同角度嘅照片，並同大英生前嘅照片疊埋一齊做比對，證實咗死者就係大英。於是，警方即刻以謀殺嘅罪名逮捕咗尊喺庭上否認咗控罪。當時 Lori 亦都有出庭作證，將埋藏喺心入邊27年嘅秘密講咗出嚟。最終，尊被控1級謀殺罪名成立，判處終身監禁。之後，鳳凰城消防局亦都委派咗2位縱火調查員重新調查當年嘅火警。喺翻閱咗當年嘅調查報告之後，調查員認為當中有好多可疑嘅地方，所以就將呢場火鑑定為蓄意縱火而非意外。1995年12月，Lori 對鳳凰城市政府提出咗訴訟，指責警方同埋消防局喺媽媽嘅失蹤案同埋火災嘅調查上有所失職，而導致 Lori 喺成長嘅過程中經歷咗不必要嘅痛苦。1998年6月，市政府承認咗自己嘅疏忽，最終雙方達成咗和解，並願意支付 Lori 550萬美元嘅賠償金。之後，Lori 將一部分嘅錢捐咗俾一個幫助燒傷兒童嘅基金會。2004年12月7號，Jean喺獄中過身，終年68歲。